不就是10几万块钱，你至于像催命似的逼我吗？之遥啊，一家人谈钱伤感情，你爸有医保可以报销，再缓缓呗。你非要逼死自家人吗？大姑，我爸有医保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你们欠钱没关系，医保报不报销都不耽误你们还钱。缓缓，我爸的病能缓吗？欠条撕了，钱不还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手术费最晚明天下午5点前交齐，过了这个点，我们没法安排手术了，只有1天时间，你抓紧。二伯，是我。医生说了，明天下午5点是缴费的最后期限，之前借给你们家的钱，能不能先还一部分？之遥啊，叔今年几个月没开张了，你那笔钱实在还不上。你表弟娶媳妇儿，彩礼还差一大截呢，我愁得整宿睡不着。你那笔钱真不是不还，是实在没有啊。二伯，你那辆全款提的新车，我上周可在店门口看见了。三姨，您这金镯子、金耳环，闪瞎我的眼，这叫没钱？救命钱不还，买车买金倒有钱，你们还是人吗？你非要逼死自家长辈才甘心，传出去不怕被人戳脊梁骨？你们说我逼人，好，那我问一句，借条、转账流水是假的吗？我爸的病危通知是假的吗？一样都假不了。到底是谁在逼谁？我就是不还！你一个晚辈还能骑到长辈头上不成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被晚辈拿捏过呢。我就是干法务的，民间借贷的规矩我闭着眼都能背。你们想耍赖，找错人了。张磊15万，二伯8万，三姨5万，转账记录、借条原件、聊天截图全在这里。亲戚之间借钱还钱，讲究的是人情和信任。你拿一张纸来说事儿，这不是吧？姨知道你懂法，可你也不能拿法律来对付自家人啊。反正我名下啥也没有，你就算告赢了，也得不到1分钱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没资产，照样能动你卡封你号，24小时就1天。明天还没还钱，私了免谈，起诉、保全、执行全套走完，你们自己决定。你真是冷血无情，为了几个钱非要逼死长辈才甘心，你还有没有心？你奶奶80多岁的人了，你非要闹得鸡飞狗跳让她操心？你要是把她气出个好歹来怎么办？之遥，给奶奶个面子，别逼你大姑了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奶奶，我从不想逼任何人，可我爸的病等不起，他们有钱买车买金，就是不肯还钱，是他们不讲良心。欠债又不是杀人放火，你为何非要赶尽杀绝？二伯，你偷偷转存款的银行记录被我拿到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转移资产了？那丫头真不讲人情，居然敢要挟我们！反正钱我全都转走了，法院来了也没用。亲戚之间欠钱而已，法院才不会管这小事儿呢，顶多调解，别怕。是啊是啊，差点被他吓唬住了。他一个晚辈还能翻了天不成？怎么会？我的银行卡、工资卡全部被冻结了。他动真格的了。完了完了，彩礼账户也被冻结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银行卡也被冻结了，不是说只冻你们几个的吗？咋连我也烧上了？我去找他说理。快来评评理呀！沈家这丫头逼表叔还钱，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绝情的，欠几个钱就要逼死人啊！还有天理没有？大伙儿都来瞧瞧啊！表叔，你欠我爸10万，5年了分文未还。这些年你以为躲着就完了，现在还在 ICU 门口撒泼造谣。行，你继续喊，我录着，正好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恶意造谣外加耍赖不还钱。你最好喊得再大声一点，我帮你录着。
你少拿法律吓唬我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沈之遥冷血无情，逼亲大姑还债，六亲不认，就为了一丁点欠款，逼亲大姑上绝路。你们公司竟然还敢用这种冷血无情的人！你大姑刚才在前台闹的事儿，现在全公司都在传。我不管你的家事，但是公司形象不能受影响。我给你5分钟，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领导，我爸在医院，这是救命钱，他们恶意拖欠，我没法退让。借条、转账流水、病历、逃债记录全在这里。我走的是正当维权途径，没有任何违规操作。你们全都偏袒他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，你们全是一伙的，都欺负我这个老太婆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公道可言。时间到了，没有一条还款记录。我最后给过你们机会，你们自己不要。既然你们觉得亲情不值钱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我们法院见。动，让他动。那张卡里早就是空的了，没想到吧？我早把大钱转出来了，过2天我就把店开起来，他能把我怎么着？一个丫头片子，还真以为治得了我？他就是吓唬人，打官司又花钱又耗时间，他一个上班的哪有那个精力和我们耗？肯定不敢较真儿。欠款证据、逃债流水、恶意拖延记录，我全部整理完毕。全账目、证据、时间线全部理清了，今天正式立案，保全也同步申请了，你们跑不掉了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店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朋友投资的，我就是闲得旺来帮忙盯盯工，你要查就去查他呀。就是，我家什么产业都没有，店跟我们没半点关系。你们别想恶意诬告，往我们头上扣屎盆子。多笔匿名转账，最后全进了这家店的装修账户，钱从哪儿来，去了哪儿，我全查清楚了。你把一笔钱拆成10几笔，分别走不同的账号转出来，算盘打得挺好，但还是被我查到了。这叫恶意转移资产，规避执行。定性！你们凭什么给我定性？我说了，店是朋友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们再胡说八道，我告你们诽谤。只要都是亲戚，何必闹到法院去？真走到这一步，往后还怎么见面？我还没出院呢，你就把亲戚全得罪光了，你就不能给爸留点面子，再缓缓？爸，那是25万，不是小钱，他们不是没钱。二伯全款买车，3姨全套3金，张磊开新店，他们有钱就是不还。我不是要跟他们过不去，是他们没把您当回事儿。自家人打官司，赢了也是输。你在外面赢了官司，回到村里你照样被人戳脊梁骨，你就不能忍一忍？爸，我不是没忍过，你说退一步我退了，可是他们转钱的时候想过您吗？买车买金的时候想过您吗？我退了这么多步，换来的是什么？只有这孩子，我是他亲姑啊，他一点情面都不留，硬把我往死路上逼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大家都知道沈家有个六亲不认的闺女，老沈家不成了一个笑话。哥你都病成这样了，他还追着我要钱，哪有一点当女儿的样子？你要是真被气出个好歹来，全是你那个好女儿害的，六亲不认的东西！你们欠着我的钱不还，还有脸在我病床前骂之遥？到底是谁绝情？我念了一辈子亲情，处处给你们留面子，你们倒好，巴不得我早点死。滚！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我沈建国的病房里不欢迎你这种人！沈之遥伪造借条讹诈自己大姑，他爸还在医院躺着，他就急着算计自家人。这种绝情无义的东西，大家看清楚了，小心下一个被讹的就是你。你们看，我早就把钱还清了，是他自己不承认，
拿着旧账来讹我们家，他就是故意想逼死我们。你这张收据纸张崭新，字迹公正，墨迹都还没氧化，你确定是几年前的收据？伪造证据轻重不一，轻则处罚，情节严重追究刑责。我已经申请做笔记和纸张年份鉴定，是不是假的，一验就知道了。经比对，案涉新旧2份借条、纸张质感、成像画质、手写字迹3处均存在显著反差。我没有伪造，这份鉴定意见存在偏差，我不认可这个结论。权威鉴定结论组证，当事人伪造借条，以虚假证据妨碍庭审，当庭处以司法罚款，全部违法事实记入庭审笔录，归档留存。造假要被法院处罚，档案还会留下不良记录，万一情节严重，触犯刑律，反倒连累家里人，实在得不偿失。之遥啊，三姨彻底醒悟，知道错了，所有欠款我会一次性全额还清，绝不拖欠分毫，只求你撤销起诉，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吧。之遥，我全额结清，绝不牵连家人，因为几万欠款留失信记录影响孩子，实在不值，钱我转过去了。只要款项到账，我绝不为难。之遥，二伯也想通了，我也当即结清钱款，绝不掺和他们母子的荒唐行事。全部结清后，法院会依法及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老二，你这个叛徒，出事了你就各自跑路，抛下我们母子。妈，别求他们，他们怕事认怂，我绝不妥协。这官司我打定了。对，没完，这钱我就是不可能还。主动履行可及时止损，如果拒不配合，也将依法承担相应后果。哼，强制执行只是走个流程罢了，法院不会真的过来查封我的新店生意。我已经把咱镇上最好的酒楼订好了，明天的开业仪式，咱们必须办得风光。那当然，明天只要我们这儿剪彩的袋子一剪，以后沈家那丫头见着咱都得绕道走。这新店装修的这么气派，绝对是最有本事的，咱明天一定早点来。沈家那丫头算什么？明天看谁能奈何得了我们。靠侥幸换来的风光难以长久，刻意逃避还款义务的人，必将承担相应法律惩戒后果。切，还想追我的债？老子人在外地，无房无产，法院跨省还能长翅膀飞过来抓我？不就是欠点钱吗？能把我怎么样？也就是吓唬人，根本奈何不了我。养老金被冻结了，他们居然连养老金都不放过，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我要给他们打电话，这一定搞错了。别以为跑到外地就拿你没办法，判决是全国通用的，这笔债会跟着你一辈子。这一定是他搞的鬼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他知不知道这样会害死我？房租没钱交，养老钱也被扣光了，我这下是彻底走投无路了。难道真要我去流落街头吗？如今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之遥啊，我彻底知错了，那养老金全被冻结了，我往后的日子根本没法过呀！我再也不躲债耍赖了，求你高抬贵手，给我留条活路吧。表叔，人情是能酌情退让的，只是你这次性质太恶劣了。不过看在亲戚一场，我可以给你机会，现在就拟定正规分期协议，签约履约。行，我一定履约。看清楚协议内容，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还款额度和期限，别想再跟我耍滑头。我保证，这次我一定按月还款，再也不敢动歪心思了。给知错者生路，绝不给执迷者退路。看到了吗？我们家磊磊本事大，开了大店，今天尽兴，大家喝好吃好玩好。官司那点小事儿算什么？我家磊磊本事硬着呢，照样开店当老板，风光着呢。感谢各位捧场，管他什么刁难，我张磊照样站得稳当，谁也压不住我。往后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谁想靠那点小手段打压我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
某些人小题大做，想害我儿子。想看我笑话？你们等着瞧，这店能开一辈子。瞧瞧这气派，开业这么热闹，怕是能赚不少吧？热闹，短暂的风光都是泡影罢了。各位，今天到场都是给我张磊面子，我张某人以后在这条街就靠大家捧场了。最后的狂欢，法律不是没有温度，但对你这种人，各位亲朋好友，感谢大家赏脸。今天开业大吉，大家一定要尽兴。那是自然，我儿子这生意往后肯定财源广进，谁敢来惹事儿，我先不答应。张磊，终审判决已生效，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，现依法对你这间门店进行强制执行查封。你们凭什么？这是我合法注册的产业，你们不能乱封。这新店刚开业，这么多宾客看着呢，你们这是存心要断我们的活路啊！天理何在？法院判决你们还钱，你们倒好，用救命钱来开店藏资产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这店是我儿子赚来的。张磊，你如果再敢拦着执行人员妨碍公务，直接带走拘留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竟敢隐瞒失信劣迹，还用赃款诱骗我入局，这种合作即刻作废，立刻给我滚！蓄意欺诈合作，我方保留追责索赔权利。这次亏损，我会让你加倍偿还。好险好险，多亏我当初早把钱结清了，不然现在这盆污水也得泼我身上。从此往后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这种事儿千万别再跟我扯上一丁点关系。哼，那个蠢货终于翻车了，那又怎样？看谁能拿我有什么办法？分期偿还，想得美！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抠出1分钱。只要我还在外面打工，想抓我，做梦！侄女冷血无情，逼重病长辈还债，仗着懂法欺负亲戚，大家快来看看这没良心的玩意儿！看你这次身败名裂，等着网暴吧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这就叫天道轮回，你也体会一下被人当众唾弃的滋味。欠钱不还耍无赖，造谣抹黑博同情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还真以为造谣是零成本的吗？真是愚蠢的无知。等着收律师函吧。这一步走下去，你们就没有任何回头路了，大姑。咱们法庭见。这些造谣截图必按时间轴分好，既然他们想玩舆论战，我就陪他们走完法律程序。哪怕对方是我亲戚，触犯法律也绝不姑息。小齐，开始吧。我依法追讨救命欠款，全程合规合法。某些人靠恶意剪辑和卖惨抹黑我博取同情，今天我全部公开。这是债务转账流水，你们见过这样的欺负吗？对不起，我们被带节奏了，原来事实是这样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道歉是必须的，但这并不代表结束。希望大家在网上多一点理智，少一点盲目。这就叫法网恢恢。你们剪辑视频是有多得意，现在就有多绝望。维权的过程虽然辛苦，但法律绝不会辜负任何人。这传票就是你们欠我的公道。蕾蕾，把礼品提稳了，待会儿见到你叔，一定要哭得真诚点儿。咱们的房子能不能保重，全看这一次了。店铺被查封了，我们现在除了求饶，别无他法。叔，是我糊涂，我不该耍赖，更不该网暴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求您念在亲戚面子上，劝职员撤诉吧。犯错就得付出代价，我们已经两清了，往后互不相欠。也请你们离开我父亲的病房，别再来打扰我们。再给一个机会。蕾蕾，刚才之遥那眼神你看到了吗？看来只有卖房抵债这一条路了。万般皆是自作自受，一切都是咱们自找的。就这个价吧，别再压了，我急着要钱。大姐，合同签好，流程走完，这钱明天就能打你卡上。住这里这么多年，真的就这样卖了？大姐，及时止损。妈，
全补齐了，连赔偿金都扣掉了，咱们真的一分不剩了。好好的家就这样毁在咱们的贪心里，我们后半辈子的安稳啊，全换成了这张纸上的数字。哟，这不是张磊母子吗？卖房还债啊！当初拖欠点救命钱，死活不给，现在倒是大方了。少在这看笑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真是自作自受，半点不冤。耍赖造谣，到最后竟然什么都没剩下，这代价太重了。当初如果不去招惹沈之遥，咱们也不至于。耍赖作恶从无侥幸，终究要用半生家底来买单。爸，所有欠款全部追回，一分没少。家里的难关彻底过去了，往后咱们踏踏实实过。好，瑶，咱家总算挺过来了，爸心里踏实。沈先生恢复状态极佳，体征全面平稳，各项指标都达标了，明天就可以转出普通病房，转入康复期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这段时间麻烦您多费心了。哎呀，建国啊，听说你快好了，我们这不是刚忙完就过来看你了。落魄无人问，富贵众人攀。我这辈子见过了最穷困的绝望，也看够了最凉薄的人心。人心凉薄，我算是领教了。你们爱攀就攀吧，反正我们两清了。瑶瑶，现在是甩掉这帮消耗你的糟亲戚，彻底赶断内耗了。如今日子清静安稳，才算真正活通透了。以后谁也别想再道德绑架你。烂人情只会拖垮生活，要远离自私算计的人，守住本心边界，人生才能向阳向好。这笔救命债让我彻底看清了人心。对，再敢凑上来，要他们好看。沈女士，您的维权普法极具社会意义，真的为无数人避了雷。特此邀请你来开展社区公益普法讲座。如果我的经验能帮到别人，那就更有价值了。好，这个讲座我答应了，明天我就把课件整理出来。太感谢您了，沈律师，那我们社区随时恭候您。用自己的经历去告诉别人，善良也得带点锋芒。我跟大家说句实在的，亲戚情分再重，也大不过规矩和法律。很多人顾着面子，被亲情绑架，钱要不回来还受气。借钱是恩，要账结仇。做人要善良，但不能没脾气、没底线。该走法律程序就走，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才是真的明白。以前总被亲情捆绑退让，如今听沈律师一讲，才算明白。这场讲座听得太值了，真是句句大实话，以后不能再当冤大头了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，别再把亲情当成别人要挟你的筹码。医院通知，患者康复达标，可正式办理出院手续。沈律师，看你这么开心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好事吧？我们先在此恭贺你了啊！爸，太好了，咱们家这次是真的彻底熬过来了。爸，东西都收齐了，咱们今天出院回家。只要出院了，才觉得这脚底下踏实。在医院这大半年，可真像做了一场梦。爸，梦醒了，以后都是好日子。虚情假意的亲戚人脉，只会消耗人心，拖累生活。褪去无用的人情应酬，守着清静安顿的日子，才是真正的福气。咱不巴结谁，也不怕谁。爸说的对。就为了那点钱，做没了亲情，做没了家，如今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啊！张磊，你小子磨蹭什么呢？不干就立刻给我卷铺盖滚蛋！我这就加快速度。志尧，公司升你的职了。好孩子，人呐，只要行得正，立得稳，好报早晚会来，这些就全都是你应得的。心有底线，向善而行，人生自有福报。之遥是有底线，专业过硬，三观端正。沈主管，这可是实至名归，以后全靠你带我们了。没错，谢谢领导，我会继续努力。我就是贪了点小利，欠钱耍赖不还，造谣网暴晚辈，
如今想想，真是一步错步步错，好好的日子被我做没了，做没亲情，害人害己呀！妈，现在我连个正经保安工作都找不到，相亲人家一查征信，立马把我拉黑，这日子彻底过不下去了。蕾蕾，报应啊，是妈害了你呀！妈，全完了。早知道要付出这种代价，当初咱们为什么不把钱还了呀？是妈害了你，是妈当初猪油蒙了心啊！贪了那点无赖的小便宜，背上一辈子污点，到头来拖累了孩子的前程，得不偿失，真是得不偿失啊！我这当爹的终究是害人害己呀！手脚都麻利点，客人都还等着呢。搬完这些还有一车，动作都快点。好，经理，我这就马上送过去。只要等会儿买箱牛奶，回家给你做点点心。瑶瑶，看他如今落魄，受尽苦头，这般凄惨遭遇，你心里会不会心软原谅，选择既往不咎？所有结果都是他自己选的，犯错的代价本就该自己承担。我已放下恩怨，不会恶意伤害。但如果心软原谅，就是对当年躺在 ICU 里我爸的背叛。对不起。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么感性，搬个货还给自己搬哭了。两不相欠便是最好的结局，以后他和我们再无关系，让往事翻篇，人生自此向阳而行。爸，来多喝点鸡汤，今年咱们在家过个安稳年。往年热闹全都是些虚情假意，真落难时没人管，现在清静安稳才是真正享福。您活明白了，来干杯。怎么才送的？除夕夜的，能不能别耽误别人的年夜饭？对不起，老板，学到路滑，摔了一跤，您千万别给差评。祝您新年快乐！全把我们拉黑了，全把我们拉黑了。当年天天围着转，现在连条拜年信息都嫌晦气，全是一群白眼狼啊！只要主动断了那些烂账，今年这年过得真舒心。爸，以后年年都会这么舒心。咱们喝茶。蕾蕾还没回来，连个回信息的人都没了。一切都是自取其咎。爸，以前躲着咱们的远亲戚，现在个个都发信息来求帮扶，倒真是一点点不尴尬。真是用人朝不用朝后，人情贵在真心相待。那些虚情假意的，只懂算计索取，不用勉强维系消耗自己的关系。藏私心的人，果断远离。爸，我明白，他们别想亲情绑架我。这帮人还真是想得美，先前还跟风网暴你，现在看你升职，就厚着脸皮来借便利。我不会主动断联人情，不会接受道德绑架，无愧本心就足够了。这沈之遥现在升职加薪了，是个人物，还真是六亲不认了，连个忙都不帮，真太绝情了。把消耗你的人都放下了，往后的人生才能越走越亮。小王，设备调好了吧？咱们今天继续录民间贷的保全证据指南。沈主管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拍。爸，别太累了，歇会儿吃点水果。遇事硬气不讨好，不靠人情靠自己，你守住了底线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爸由衷为你骄傲。爸，是因为有您支持我。只要这又是网上看你普法视频来向你求助的吧？大晚上的真是不容易。爸，没事儿，既然人家无助找到了我，这电话我就必须要接。瑶瑶，又是看视频找来的求助者吗？姐姐，我真的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了。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，我帮你一起想办法。姐姐，我亲戚拖欠我家救命钱拒不归还，反倒指责我冷漠无情，他们用亲情强行绑架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帮赖账的真是无耻，
妹妹别哭，妹妹别怕，把眼泪擦干。听姐姐跟你说，先把借条、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都好好存着，这些都是最管用的证据。直接走法律程序告他，别被他拿亲情拿捏。瑶瑶，你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太不容易了啊！如今真的成了好多人心里头的那一束光亮了。受过风雨，便想为世人撑起一把保护伞。沈主管，今天这期收官视频的状态太棒了，灯光和口型都完美。谢谢，那咱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做人心里要存善意，但不能没底线。别惯着占小便宜的人，也别忍着欺负你的人。保护好了自己和家人，日子才能过得踏实。瑶瑶，快看，视频刚刚发布，数据就彻底暴涨了，点赞收藏全部刷屏了。看来咱们是真的帮到了很多人。瑶瑶，你看这位网友的留言，他说善良要有锋芒，这句话我记一辈子。大家能靠着这些方法维权成功，咱们这大半年的罪就真的没白受。是啊，一切都值得了。之遥，忙完了吗？爸来接你回家吃饭。今晚做了你爱吃的红烧鱼。爸，忙完了，咱们回家。善良是底色，锋芒是铠甲，不卑不亢往前走，这辈子才没白活。